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情节，主角在第一集惨败，第二集回归时不止更帅更狠，还说这次我学乖了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约书亚记第8章10到23节，一场从爱城惨案到智取其袭的神级反败为胜行动。如果用现代电影来形容，这段根本是天国特工队爱城行动，有策略，有演技，有神机。而且这次神亲自当军师。经文开头说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点齐百姓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上爱城去。清早起来这句话出现过很多次，意思不是约书亚睡不着，而是这人根本把领导当晨跑。他知道神已经应许胜利，但胜利不代表可以睡到中午。领袖的样子不是坐在帐篷里发指令，而是走在前面。这一幕如果拍成电影，大概是这样：清晨的光线照在他脸上，风带着沙尘，他一手拿刀，一手拿信心，镜头拉近。那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英雄，而是一个经历过失败，学会听神的仆人。上一次他们硬闯爱城，被打得满地找牙，这次神让他们用假退战术。你没听错，神居然教人装假。不过别误会，这不是欺骗，而是战略智慧。神在教他们，信心不是只靠呐喊，信心也包含聪明的计划。所以以色列分成2队，一队正面出击吸引敌人，一队埋伏在城后。当敌人冲出时，嘿嘿，伏兵起来，前后包夹，这是天上的战术模拟系统啊。经文说，爱城的王看见，就急忙起来，和全城的人一同出去攻击以色列人。你看，这位王自信满满，心想，上次我赢过他们，这次还不是照样打趴？他完全没发现，这就是神设下的圈套。我超喜欢这个画面，神不是立刻出手，而是让敌人以为自己又要赢。这就像电影里那种假败引蛇出洞桥段。爱城王全军出击，城门一关，全军皆出。哇哦，那画面多热血！只是他不知道，热血的下一秒就是冷汗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神对约书亚说，你手里伸出短枪指向爱城，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。注意这句，不是你手里拿短枪去冲，而是伸出来指。神要约书亚用信心的手势来宣告胜利。这让我想到摩西在山上为以色列祷告时举手。原来神的军事信号不是旗帜，而是祷告与信心。当约书亚举起手的那一刻，伏兵立刻冲出，一把火把整座城烧了。圣经写的超戏剧化，爱城的人回头一看，不料城中烟气冲天，他们无地逃这里，也无地逃那里。你可以想象那画面，爱城王脸色瞬间变青，眼神空洞，心里 OS 不妙啊，这剧本我看错了。这一刻他们发现原来的赢家竟是神。以色列人回身攻击，伏兵从后夹击，敌人全灭。经文说没有一个人得以逃脱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当神介入时，那些看似无法挽回的局面都会被彻底反转。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在这场战役中，以色列人一开始假装逃跑，也就是说，胜利的第一步看起来像输。这真的太符合我们的信仰人生了。神常常让我们经历看似失败的时刻，但那只是他在部署的伏兵时间。你以为他沉默，其实他在城后安排火光。也许你现在觉得自己在逃跑，被追赶，被逼迫，被嘲笑，甚至觉得我是不是搞砸神的计划了。但亲爱的，
或许神正在你生命的背后设伏，他的逆转还没到时间，他要你先按兵不动，因为当你举起信心的手，神的火就要从你以为没希望的地方燃起。爱成王的问题不是输在策略，而是输在骄傲，而约书亚的胜利不在剑术，而在听命。所以当你的人生看起来像输了，记得那只是神的战术前奏，因为真正的胜利不在你手里的武器，而在你愿不愿意举起那支信心的短枪。神的战术永远反转得刚刚好。